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为什么你明明比10年前更努力，加班更晚，甚至哪怕你做对了所有的投资决策，买了房，买了股票，但你手里的钱购买力却在肉眼可见的缩水？为什么这个世界每隔10年左右就会爆发一次金融危机？而在每一次危机之后，你会发现贫富差距不是缩小了，而是被彻底拉大了。这不仅是运气问题，也不是你不够聪明，这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，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、手段最隐蔽的财富转移。这只手叫做美元潮汐。今天这期视频可能是本频道含金量最高，也是最残酷的一期。我要拆解这个统治了全球经济半个多世纪的收割机器。我要告诉你，为什么不管是阿根廷的破产、亚洲金融风暴，还是现在全球的通胀高企，本质上都是同一个剧本的重演。听完这期内容，你不会立刻变富，但至少下一次海啸来临时，你不会是那个裸泳的人。首先，我们要理解什么是美元潮汐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美国通过调整货币政策，人为的制造全球流动性的涨潮和退潮。一切始于降息和扩表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放水。当美国经济遇到麻烦，比如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、2008年次贷危机或者2020年疫情，美联储会做什么？哪怕是外行都知道，印钱。美联储把利率降到0，甚至接近负利率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美元极其便宜。这时候，华尔街的巨鳄们高盛、摩根，他们会疯狂地介入几乎零成本的美元。重点来了，这些钱会留在美国吗？不，美国本土的回报率太低了。资本是逐利的，这些海量的、廉价的美元会像洪水一样冲向全世界的新兴市场，去越南建厂，去印度炒股，去中国买房，去巴西买矿。这时候，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，简直就是天堂。你想想，大量的美元涌入，你的国家汇率走强，外汇储备暴涨，企业随便就能借到钱扩张，股市楼市蹭蹭往上涨。老百姓觉得日子过得太好了，工资在涨，房价在涨，好像明天会更好。这就是美元潮汐的涨潮期。但请记住一句话，免费的午餐往往是最贵的毒药。这些涌入的美元本质上是热钱，他们不是来建设你的国家的，他们是来套利的。他们看重的是你这里的高增长和高利率。这就像给一个本来健康的运动员注射了兴奋剂，短期内成绩爆表，但身体已经被掏空了。在这个阶段，全世界都在狂欢，全球债务规模飙升，大家都在借美元债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元利息低呀。借美元换成本国货币投资，简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。如果你在这个阶段感到焦虑，那是正常的，因为泡沫正在形成，而泡沫的使命就是破碎。好，时间来到周期的下半场，这才是最惊悚的部分。当美国的经济缓过劲来了，通胀开始抬头了，或者说华尔街觉得外面的猪养肥了，美联储就会按下那个核按钮，加息以及缩表。这就是退潮。哪怕只是加息25个基点，对于全球金融系统来说，都像是一声发令枪。那些之前借了廉价美元在全世界兴风作浪的资本，听到枪声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是撤退。原本流向新兴市场的钱瞬间掉头，疯狂回流美国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债收益率高了，美元变得值钱了，我在美国躺着就能拿5%的利息，我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在你的国家投资？这时候灾难降临了。对于新兴市场国家，这就相当于发生了挤兑。第一重打击，资本外逃，外资撤资，抛售你的股票，
债券、房产，你的资产价格开始崩盘。第二重打击，汇率崩溃，大家都在卖你的本币，换成美元跑路，你的货币相对于美元会直线跳水。土耳其里拉、阿根廷比索，甚至日元都是受害者。第三重打击，也是最致命的，债务违约。还记得我们在涨潮期说的吗？大家都借了大量的美元债，那时候汇率好，利息低，还钱很容易。现在呢，你的本币贬值了30%，意味着你要多花30%的钱去买美元来还债，同时美元利息还翻倍了。这就是戴维斯双杀，很多国家和企业的现金流瞬间断裂，工厂倒闭，工人失业，物价飞涨。而就在你尸横遍野，资产价格跌到地板价的时候，那些撤回美国的美元又回来了。这一次他们不是来投资的，他们是来抄底的。他们用高贵的美元以1折、2折的价格买走你们国家最核心的资产，矿山、港口、公用事业、优质企业的股权。这就叫收割，一来一回，完美的闭环。美国不仅转移了国内的通胀风险，还通过这一波操作实实在在地占有了别国的财富。这就是为什么基辛格说过，谁控制了货币，谁就控制了世界。如果你觉得我在危言耸听，我们来看历史。历史不会重复，但总是压着相同的韵脚。案例一：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。70年代，由于石油危机，大量石油美元流入银行系统，美国利率很低，拉美国家借了巨额美元搞基建。巴西、阿根廷、墨西哥经济好得不得了。然后保罗·沃尔克 Paul Volcker 上台了，为了抗击美国的高通胀，他暴力加息，联邦基金利率一度干到了20%。结果呢？拉美国家瞬间崩盘，无力偿还债务，陷入了所谓的失去的10年。那是拉美经济彻底掉队的开始。案例二：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。这是很多华人记忆中最痛的一页。90年代初，东南亚4小虎那是何等风光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印尼利用美元低息周期大举借债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到了1995年，美元开始走强。索罗斯这些国际炒家看准了东南亚国家的软肋，外汇储备不足，且实行固定汇率制。他们先抛售你的货币，逼你用外汇储备去接盘。等你的子弹打光了，只能宣布货币贬值。泰铢一夜之间贬值1半，印尼盾甚至贬值了80%。无数中产阶级一夜返贫，韩国人甚至要排队捐金戒指来救国。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华尔街资本进场，三星、大宇这些财阀背后的股权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？大家可以去查一查，触目惊心。案例三：2008年次贷危机后的 QE。这一次，美国自己玩脱了，但美国利用美元霸权，开启了史无前例的 QE 量化宽松。这本质上是什么？是美国把自己的债务危机稀释到了全世界，通过印钞，让全世界持有美元的人共同分担了美国的损失。随后，2013年，美联储只是暗示要缩表，这就是著名的缩减恐慌 （taper tantrum）。印度、南非、巴西的股市汇率直接吓尿了。看懂了吗？这不仅仅是经济规律，这是一种基于货币霸权的降维打击。让我们把目光拉回现在。
从2022年开始，美联储开启了这几十年来最激进的加息周期，利率从0飙升到5%以上。很多人在问，为什么这一次并没有像97年那样爆发全面性的新兴市场崩盘？或者说，为什么崩得还不够彻底？因为这一次情况变了。第一，美元的对手变强了。全球很多央行学聪明了，大家都囤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，并且开始搞本币互换。去美元化的 dollarization 虽然还在早期，但已经不是一句空话了。第二，美国的自身问题。美国的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8万亿美元，高利率是一把双刃剑，它在收割世界的同时，也在刺伤美国自己。利息支出就要拖垮美国财政了，美国银行业自己也爆雷，想想硅谷银行。所以，这一轮的美元潮汐更像是一场耐力赛，这是一场比烂的游戏。美国赌的是，在我的身体倒下之前，先把你熬死。只要世界其他地方，欧洲、中国、日本比美国更乱更差，资本就不得不即使忍受着恶心，也要买入美债避险。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周期的相持阶段。美联储维持高利率 high for longer， 就是要把这把镰刀举得久一点，看谁先撑不住。我们看到了什么？斯里兰卡破产了，埃及货币腰斩了，日元贬值到了几十年低点。欧洲的工业正在被高能源价格和高利率掏空，产业外迁到哪里？很多去了美国。这就是现在的真相，虹吸效应正在发生。美国正在像吸血鬼一样，吸食盟友和对手的血液来补这一波的大窟窿。讲了这么多宏观大局，这跟你我也许只有几万、几十万的存款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太大了。如果你看不懂潮汐，你在海边盖房子，浪来了你就没了。在美元潮汐的收割期，普通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？死守本币现金。如果你所在的国家经济结构脆弱，在这个阶段持有大量本币现金是极度危险的。盲目抄底高风险资产。很多人觉得股市跌了就是机会，在流动性枯竭的阶段，底下面还有18层地狱。高杠杆负债，利率上升周期，高杠杆就是自杀。那么怎么做？这里有几条硬核建议，不构成投资建议，但这是华尔街聪明的钱在做的事。第一，拥抱硬资产。什么是硬资产？在纸币泛滥和信用崩塌的年代，黄金是永远的王。黄金不是用来发财的，是用来保命的。当美元信用出现裂痕，各国央行都在买黄金，你为什么不买？第二，关注美元微笑曲线。当美国经济极好，或者全球经济极差的时候，美元都会走强。如果你身处非美国家，适当配置美元资产，比如美债，如果你能买到或者挂钩美元的稳定资产，是对冲本国汇率风险的手段。第三，优质的生产力股权。潮水退去后，只有真正能赚钱、有现金流的公司能活下来，不是那些靠讲故事、靠融资续命的 PPT 公司。去寻找那些即使在通胀时期也能涨价，且产品是刚需的企业，比如能源、医药、必需消费品。第四，最激进但也是最值得思考的一点，比特币与加密资产。我不是让你现在去梭哈，但你要理解，比特币诞生的初衷就是为了对抗法币的无限增发。在美元潮汐的收割镰刀下，一种无法被任何央行稀释的资产，其战略价值正在被重新评估。这就是为什么连贝莱德 BlackRock 都要进场。最后，我想说几句心里话。金融的世界是冷酷的，它不讲道德，只讲规则。美元潮汐本质上是一套设计精密的掠夺规则。
很多人一辈子勤勤恳恳，以为存钱就是美德，但在宏观经济的洪流面前，个体的努力往往显得苍白无力。通胀是税，加息是刀。我们学习这些枯燥的经济学原理，不是为了成为经济学家，而是为了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保护好我们自己，保护好我们的家庭。不要只低头拉车，更要抬头看路。当潮水退去的时候，我希望屏幕前的你是那个已经穿好了救生衣，甚至造好了方舟的人，而不是那个被巨浪卷走的数字。关注我，我识财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